2025年春，美国白宫前再次传出了熟悉的战鼓声。随着总统特朗普重返椭圆形办公室，他挥舞起关税的大棒，向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关税攻势。这一幕仿佛让人回到了数年前的贸易战初章，只不过这次关税大戏第二季的筹码更高，声势更猛。特朗普一向坚信关税是他手中制衡对手的利剑，他早在竞选时就声称美国在贸易上吃了大亏，被各国占便宜，必须用惩罚性关税来收复失地，扭转逆差。他甚至豪言，贸易战是好的，而且很容易赢。基于这种思路，特朗普政府的新策略目标依然明确而强硬，通过大幅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迫使中国让步，削减对美贸易顺差，并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新重商主义式的关税策略被特朗普视作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一环。2025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不顾各界反对，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据报道，美方计划将对华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提高到 125% 的惊人水平，可谓空前绝后。这意味着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价格翻倍还多，意图以此打击中国产业，迫使中方妥协。特朗普此举背后的算盘并不难猜，他希望借助关税壁垒，逼迫跨国供应链撤离中国，把工厂和就业拉回美国本土。此外，他还企图通过贸易战展示强硬姿态，在国内塑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然而，贸易战是把双刃剑。上一次中美贸易战始于2018年的经验表明，美国对中国征税不仅未能让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反而拖累了美国农民和消费者。新一轮关税战打响时，不少经济学家就警告，对中国商品征收如此高额关税，将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对美国消费者和相关产业造成杀敌1000、自损800的伤害。美国国内许多从业者也忧心忡忡，担心高关税会再次伤及自身利益。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然执意出招，在4月正式开启了新一轮对华关税征收。在华盛顿的设想中，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将使其不堪关税重负，不得不屈服。然而，出乎许多鹰派意料的是，北京方面表现得异常沉着，不为所动。中国不仅当即宣布对等的报复关税措施，还强硬表示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正当外界以为中国会被美国的关税攻势打疼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是不痛不痒，再来几招也奉陪的淡定。这种不惧关税压力的姿态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好奇。为何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关税大棒，中国似乎并不害怕？他们究竟手握哪些底牌，能让北京有如此底气与华盛顿针锋相对？下面我们就将镜头拉近，深入探寻中国泰然处之背后的秘密武器。故事的背景需追溯到上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在那场历时数年的关税拉锯中，中国并非没有感到阵痛，但也在痛中成长，总结出一套以变应变的生存之道。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并逐步演进，为今日的从容应对打下了基础。首先，中国加快了经济转型的步伐，从过去过度依赖出口，转向更加注重内需市场。简单来说，就是把以前卖给美国的东西，更多的卖给自己国内的消费者。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美国是其最大的外销市场之一。然而，贸易战的冲击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于是，中国政府大力刺激国内消费，推动产业升级，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在内循环方面，通过减税、发放消费券等政策，鼓励老百姓多买本国商品，让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成为本国企业的坚实后盾。当外需不振时，内需这个蓄水池就能帮忙兜底，不至于让工厂无单可接。事实证明，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中国逐步练就出口转内销的金钟罩，任凭外部风浪也能自给自足一二。与此同时，在外循环方面，中国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如果说以前中国的出口过于依赖美国，
如今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中国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亚洲、欧洲、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落实，都为中国商品打开了新的销路。事实上，早在贸易战之前，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就开始下降，中国外贸的客户名单已经更加多元化。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中国可以比美国更容易找到替代市场来销售产品。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后，中国的商品并没有因此滞销成山，反而更多的销往欧洲、东盟、非洲等地。例如，大豆原本是美国对华出口的拳头产品，但当美方对大豆加征关税后，中国立刻转向从巴西、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粮食供给并未受影响。正如纽约市立学院的马尔塔·本戈教授所言，中国从其他地方采购农产品，比美国寻找新的电子产品供应商要容易得多。换句话说，在许多商品上，中国找到替代供应商和市场的难度，要远远小于美国寻找替代中国制造的难度。所以，一旦进入互相加征关税的模式，更着急的往往是美国。中国买不到某样东西，还可以换一家买，但美国买不到中国商品，可就麻烦大了。除了市场多元化，中国还在供应链和科技方面苦练内功。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关税壁垒，中国认识到许多关键领域不能永远受制于人，于是大力推动产业链升级和自主创新。典型案例莫过于芯片和半导体产业。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祭出禁令，让中国痛定思痛，加速国产替代的步伐。政府投入巨资扶持芯片研发，虽然一时难以完全突破，但也在努力厚植基础。在传统制造领域，中国正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从代工组装向自主品牌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即使面临关税也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美国高端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降低了被卡脖子的风险。可以说，中国正试图打造一个更自主、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体系，来对冲外部压力。此外，中国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在金融领域，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通过本币结算、货币互换等措施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一旦美方动用金融制裁，中国也有人民币渠道可作为备用电源。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张战略大棋，未必是针对关税的及时武器，但却能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抗打击能力，让美国的金融手段不再那么锋利。综上所述，经过前一轮贸易战的洗礼，中国的应对策略已日趋成熟，一手抓内需，一手拓海外市场，外加科技攻关和金融布局，这幅太极图使得中国在面对新一轮关税大战时多了几分游刃有余的底气。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比过去更强了。当华盛顿再度挥来关税大棒，北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硬扛的对手，而是有备而来，甚至准备亮出几张王牌，以牙还牙。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开中国手中这4张王牌的真容，看看他们如何成为北京不惧美国的杀手锏。当今这场关税博弈，俨然如同一场高风险的扑克牌对局，一边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加码的关税筹码，另一边则是中国悄然攥在手里的几张王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其实底牌颇多，并非外界想象的那么被动。下面我们就化身牌局解说，来看看中国究竟有哪些王牌在手。其中有一张王牌更被视为关键，甚至堪称致命底牌。王牌1：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还有南方。第一张王牌正是中国多元且庞大的出口市场。简而言之，就是买家多了，谁走都不怕。过去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买家之一，美国一施压，中国外贸确实会抖3抖。然而随着中国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如今中国商品的买主已遍布5湖4海，美国已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唯一金主。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中国近年来大大拓宽了出口目的地，形成了日益多样化的出口市场。这意味着
即便美国减少购买中国货，中国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其他买家填补空缺。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的商品并没有堆积，卖不出去，反而更多销往了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例如，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遭到加税后，中国立刻从巴西等国大量购入，因此粮食供应并未出现短缺。正如马尔塔·本戈阿教授所言，中国从其他地方采购农产品，比美国更换电子产品和机械更容易。换句话说，在许多商品上，中国可选择的供应商和市场比美国更多。因此，一旦双方进入互征关税的模式，更着急的往往是美国。中国买不到还可以换别国进口，但美国买不到中国商品，反而是对自身民生和企业的击。王牌2：美债金融杠杆。接下来要亮出的第二张王牌是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多年来，中国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美国国债市场。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欠着中国一大笔钱。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债主之一，持有规模一度接近1万亿美元，这也成为中国手中的一柄金融杠杆。如果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完全可以在美债上做文章，例如减少购买甚至抛售部分美国国债。如此一来，美国政府的融资就会遇到麻烦，美国金融市场也可能动荡。当然，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债同样会让自身资产缩水，可谓双刃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出招。然而正因有这张牌在手，美国也不得不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在金融领域对中国痛下杀手。英国金融时报也将巨额美债列为中国的重要王牌之一。毕竟对于高债台运行的美国而言，中国手里握着的这份债权无异于一份护身符，足以在关键时刻保护中方利益不受进一步侵害。总的来说，美债这张王牌更多是一种战略威慑，它提醒着华盛顿不要低估中国利用债权反制的能力。如果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把中国逼到绝境，不排除北京会祭出以债相抵的非常之举，届时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利率飙升，美国自身也将自食其果。因此，在与中国交锋时，美方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这张金融王牌让中国在贸易战谈判中增添了几分底气和从容。王牌3：稀土等关键资源。现在登场的是第3张王牌，也被许多专家视为中国真正的王炸，甚至堪称致命一击。它就是中国对关键稀土等战略资源的掌控。所谓稀土，并非真的土壤，而是一组具有特殊磁性、导电性能的金属元素，被广泛应用于高科技和国防工业，享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到战斗机、导弹，无不需要稀土材料。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中国占据压倒性地位，控制着全球逾2/3的稀土开采产量，掌握了90%以上的稀土加工提炼能力。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军工制造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可想而知。特朗普政府其实早已看到了美国身上的这种脆弱性，在推出对等关税策略时，特地留了后门，将部分关键矿产等商品豁免在关税清单之外。然而，如果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类豁免未必能避免供应危机。此前，中方在反制美国关税时，宣布对镶、镉、锑、锑、镧、抗、乙等7种关键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这些材料是航空发动机、电动车等产品的核心原料。此举令美国军工和高科技企业如临大敌，担心供应链危机真的出现。可见，稀土之于美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的命门。正因如此，稀土牌被视为中国在贸易战中的致命底牌，它直接掐住了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国防工业的咽喉，让美方在升级冲突时有所忌惮。国际上对中国亮出稀土牌高度关注。英国《卫报》刊文警告，美国先进武器制造可能面临稀土荒的严峻风险。查塔姆研究所专家也指出，进一步的稀土限制有可能对美国防务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可以说，在所有筹码中，稀土牌给北京带来的战略优势最为明显，也最令对手投鼠忌器。这一张王牌在必要时甚至具备一胜的威力。王牌4：独特的国家体制优势。
最后一张王牌是中国所独有的国家体制优势。这张牌也许不像前几张那么具象，却是支撑中国不惧压力的深层原因之一。简单来说，体制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以及全民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的韧性。这在西方专家看来，也是中国在贸易战中能够比国更能打持久战的关键因素。首先，中国的体制使其在面对危机时反应迅速，调动资源能力极强。贸易战来袭，中国政府可以快速出台各种扶持政策，比如对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减税、提供贷款，或者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这些措施在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因党派纷争和利益掣肘而迟迟难产，但在中国却能高效执行。举个例子，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后，中国政府立即为受影响的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发放出口退税，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帮企业拓市场、找订单，使许多企业转危为安。又比如，中国央行可以灵活调节人民币汇率，在必要时适度贬值，部分抵消美国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2018年贸易战期间，人民币曾一度明显走弱，让中国出口商获得了一定缓冲。这些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正是中国体制优势的体现。此外，中国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往往能展现出难得的凝聚力和耐力。贸易战不仅是经济战，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理战。特朗普政府施压的如意算盘之一，是期待中国内部出现恐慌乃至分裂，从而在谈判中被迫让步。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民众对贸易战有着相当的承受意愿，舆论普遍支持政府强硬回击。这种一致对外的氛围，使中国决策层在应对美国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因为一时的经济阵痛而影响政权稳定。反观美国，政府还要顾虑选票和党派掣肘，高关税直接冲击了美国农民、小企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引发他们通过媒体和选票向政府施压。美国高关税政策已招致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抗议与游说之声此起彼伏。相形之下，中国领导层则显得心很静，他们相信人民群众是理解并支持的，因此敢于长期周旋到底。而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顾虑选举压力，对选民和各利益群体的抱怨有所忌惮。正如彭博社评论指出的，在消费驱动的美国经济中，对消费者喜爱的商品加税将产生严重后果，这也削弱了特朗普的谈判筹码。总而言之，中国的国家体制赋予了其强大的动员力和耐压性，使之能够在贸易战这场持久赛中站稳脚跟。这种优势或许不像稀土或市场那样直观，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当对手内部因为利益受损而人心浮动时，中国却能上下同欲，共克时艰。当对手政策摇摆难以为继时，中国却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连续性。这张体制王牌让中国有能力在关税炮火中稳住阵脚，静待对手露出破绽。综合各方观点，国际舆论尤其英国经济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并非外界想象中那般脆弱，相反，他手握多张王牌，具备相当的反制能力和底气。甚至有西方分析人士直言，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底牌。英国金融时报在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握有多张重要王牌，包括多样化的出口市场、巨额美国国债、对关键的掌控，以及国家体制上的巨大优势。这些筹码足以让中方经受住特朗普关税的考验，并在谈判中彰显实力。换言之，中国并不像一些美国鹰派鼓吹的那样任人宰割，它完全有能力以战逼和。与此同时，美国彭博社的评论也承认中国反制工具的分量。彭博社指出，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对华加征关税反而成了一种自我伤害。在消费驱动的美国经济中，对消费者喜爱的商品加税会带来严重后果，这削弱了特朗普的谈判筹码。事实上，随着中方一系列反制举措出台，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中国手中的牌可能比美方起初预想的更加有利。贸易战开打后，痛感更强烈的一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英国等西方观察家对于中国打出的稀土牌尤为关注。英国卫报警告称，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令多家美国防务和高科技企业面临关键原料短缺风险。有英国智库专家直言，
若稀土管制进一步升级，将给美国防务工业造成致命打击，严重削弱特朗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雄心。这被形容为特朗普贸易策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手中的稀土王牌足以动摇美国高科技和军工的根基，也难怪不少英国分析人士将稀土称作中国的致命底牌，认为这是北京威慑力最强的一张牌，一旦打出，将让华盛顿难以招架。总的来看，国际舆论的共识是，特朗普企图靠极限关税施压迫使中国就范，很可能事与愿违。中国拥有的4张王牌使其反制筹码充足，其中稀土等资源更是杀手锏级别，让美国自身也面临巨大风险。正如英国媒体评论的那样，这场博弈绝非特朗普宣称的一边倒局面，美方不得不正视中国展现出的实力和耐力。这场2025年的关税大战仿佛一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史诗，在这出大戏中，一方挥舞关税重拳，另一方亮出源源不断的王牌，结果却出人意料。原本自信满满的特朗普政府逐渐发现，对手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而中国在压力下展现出的底气和巧劲，也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从这场关税战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首先，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赢家。特朗普的关税豪赌，某种程度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次，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韧性才是真正的底气所在。中国之所以能淡定应对，不仅靠战术层面的反制，更有战略层面的深厚积累，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充裕的外汇储备和资源禀赋，以及举国体制凝聚的强大合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优势的体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新关税战的走向仍在演变中，但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已经在此轮交锋中得到验证：中国并不畏惧关税战，因为他手中握有充足的王牌和底牌。这种虽远必战、虽强必硬的姿态，向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场，没有人可以小觑一个做好了准备的大国。正如中国外交部曾幽默回应美方威胁那样，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昔日的戏言，如今已成为生动的现实写照。中美关税战的故事仍在书写，而中国的从容与坚毅已成为这一章节的重要注脚。4张王牌，张张有力，每一张都凝聚着中国应对挑战的智慧与韧性。当对手再度来袭，中国不再只是被动招架，而是敢于亮剑。这场惊心动魄的经贸较量或许将载入史册，成为大国博弈的经典案例。面对未来漫长的中美博弈，只要准备充分，底牌在握，再凶险的风浪也不足以让这艘巨轮偏离航道。正如古语所言，风物长宜放眼量，让我们放眼长远，静待这场关税大战的最终落幕。